心理学家李松蔚曾接待过一位来访者，这位年轻人每天在公司忙得团团转，却只能拿到微薄的薪酬。他向身边的前辈求助，得到的回答无一例外都是年轻人要学会吃苦。然而，吃苦并非只有一种形式，有消耗型的苦，也有收获型的苦。消耗型的苦是指不计回报的付出时间和体力，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。收获型的苦则是在付出的同时不断提升自己，最终实现质的飞跃。一个人选择吃苦的方式，决定了他未来的人生高度。很多人误以为只要不断付出，埋头苦干就能改变命运。然而现实往往并非如此，不加思考的付出只会让人陷入疲于奔命却毫无改变的怪圈。真正的突破来自于在吃苦的过程中不断升级认知，提高自己的价值。正如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所言，我们要向上管理，向下学习。向上管理是担当，向下学习是本事。唯有在承担责任的同时不断学习，才能实现自我突破，从而站上更高的人生舞台。选择什么样的苦吃，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。消耗型的苦只会让人越陷越深，收获型的苦则能让人在负重前行中收获成长。唯有选对方向，才能在吃苦中找到生命的意义，实现人生的升阶。让我们一起探讨这个话题，找寻那条正确的道路。一、吃消耗型的苦，难以摆脱贫困。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，很多人认为只要肯吃苦、肯付出，就一定能改变自己的命运。他们不分昼夜的辛勤劳作，把汗水当成了浇灌梦想的养料，寄希望于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有朝一日能够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。然而现实却往往事与愿违。这种单纯的付出虽然代表了可贵的奋斗精神，但在很多时候并不足以真正帮助人们冲破贫困的桎梏。网友爱知识青年曾经在网上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，为了追逐梦想，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家乡，只身一人来到了繁华的一线城市打拼。初来乍到的他，为了节省开支，不得不把自己的住处选在距离公司10几公里外的城中村。每天他都要在拥挤不堪的地铁和公交上奔波3个多小时，风雨无阻。即便如此，他到手的工资在扣除了房租、伙食费以及日常开销之后所剩无几。为了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花销，他只能勒紧裤腰带，节衣缩食，精打细算。就这样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几年时间转瞬即逝。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用来应对繁重的工作和艰难的生存，但生活质量却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善和提高。渐渐的，长期的高强度劳作让他感到越来越疲惫，身心俱疲。他开始怀疑自己这样的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。其实爱知识青年的遭遇绝非个案。在日本，就有一群被称作穷忙族的人，他们不分昼夜地忙碌着，却依然在贫困线上挣扎。日本国家电视台 NHK 曾经拍摄过一部关于这群穷忙族的纪录片。片中，一位不惑之年的中年男子在失业后，为了养家糊口，不得不四处寻找零工。但由于他的收入微薄，甚至连房租都付不起，最后只能选择睡在狭小简陋的铁皮屋中。好不容易等来了一个看似还不错的工作机会，但就在即将应聘成功的前夕，却因为连车票钱都凑不齐而被迫与这个机会失之交臂。而像这位中年男子一样的穷忙族，虽然身兼数职，却大多从事的都是毫无保障的临时性工作。他们时刻面临着失业的风险，却又难以彻底摆脱贫穷的泥潭。之所以会这样，究其原因，就在于他们只是一味地埋头苦干，却并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认真思考自己的未来出路。他们往往会陷入这样一个恶性循环，因为手头拮据，所以不得不更加拼命地去工作，但单靠不断地贩卖自己的时间，又很难真正实现财富的积累，个人能力也得不到有效提升，最后只能投入更多的时间和体力，去换取仅够维持最基本生计的收入。令人遗憾的是，这种情况并不仅仅存在于日本，它在全球许多地方都普遍存在着。根据2022年发布的人力资源白皮书显示，高达 31.7% 的企业
在2022年选择了既不给员工加薪，也不增加任何福利待遇，而这一比例较2021年足足上升了20个百分点之多。由此可见，付出的劳动量与实际获得的收入水平是很难简单的画上等号的。全年无休的高强度工作，并不意味着就必然能获得与之相称的高额回报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个人的体力必将会日益衰退，那时又该何去何从？简单直接的消耗型苦干，实际上隐藏着极大的风险，因为它赌上的是一个人宝贵的青春年华，却未必能够真正收获应有的回报。消耗型的苦之所以让人难以摆脱贫困，根本原因在于它只是不断贩卖时间，而并没有切实提升个人的核心竞争力。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，单单依靠体力劳动很难立于不败之地。只有在吃苦的过程中不断地砥砺自己，淬炼技能，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成长，在市场中赢得应有的认可和地位。否则付出再多也只是南辕北辙，黔驴技穷罢了。当一个人在多年的苦干之后依然毫无长进时，他就只能深陷贫困的怪圈，再也无力去突破现状，无法实现阶层的跃升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总而言之，要想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，吃苦固然不可或缺，但更要吃对苦。那些只是消耗自己、原地踏步的苦，只会让人越陷越深，离梦想越来越远。与其如此，不如去主动选择那些能让自己不断成长的苦。唯有用汗水去浇灌希望，用全部的付出去铸就真正的能力，才能够在种种艰难险阻中淬炼自己，最终成就一个更加优秀的自己。正如三国时期的郭嘉所言，受尽天下之毁谤而不以介意，此乃胸中之志士也。那些敢于直面困难，在磨砺中成就自我的人，才是真正的勇士。2. 吃收获型的苦，方能提升认知。美国著名企业家洛克菲勒年轻时曾在一家石油公司工作，通过反复观察，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规律：每当石油罐旋转一周，焊接就需要滴上39滴焊接剂。他开始思考，是否可以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减少焊接剂的用量，从而节约成本。经过不断实验和改进，他终于研制出每罐只需38滴的新型焊接剂。这一改进为公司带来了每年高达5亿美元的额外利润。回想这段经历，洛克菲勒感慨道：财富是对认知的回报，而非对勤奋的奖赏；是洞察和创新，而非单纯的努力，成就了他的财富神话。骑手小哥风泉明月的故事同样发人深省。刚做骑手时，复杂的地形和路线经常让他迷失方向，送单效率低下。但他没有气馁，而是利用空闲时间骑车探索每条街巷，在脑中建立起一张精准的地图。同时，他还摸索出最稳妥的取货方式，尽量减少运输过程中的损耗。凭借过硬的服务，他在5年内保持了100%的好评率，成为同行们学习的榜样。正是在吃苦的过程中，不断优化工作方法，他才能脱颖而出，登上更高的舞台。值钱的人迟早会有钱。新东方教育集团创始人俞敏洪曾这样告诫年轻人：所谓值钱，并非蛮干出来的，而是通过学习和历练，使自己具备稀缺的才能。一个有真本事的人，总能不断突破自己，为企业和社会创造价值。相比之下，单纯的勤奋却难以为继。毕竟体力是有限的，唯有不断提升技能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这就好比下棋，内行看招式，外行看热闹。一步好棋，往往需要大量的知识和经验做基础，而一味走马观花，只会让自己迷失方向。巴菲特曾言：我之所以成功，是因为我把90%的金钱都投资在了脖子以上。这位股神之所以能长盛不败，正是因为他重视认知的升级，而不是简单的延长工作时间。他明白，只有开阔眼界，优化思维模式，才能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把握先机。也正因如此，巴菲特能以常人难以企及的视角审时度势，运筹帷幄，成为投资领域的传奇。对普通人而言，
提升收入有以下3种路径：其一，选择一个领域深耕，打磨自己的专业技能，成为行家里手，让个人价值得到市场的认可。这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，在枯燥中寻求突破，熬过看不到结果的日日夜夜。短期内收益甚微，但积累到一定程度，定能开花结果。其二，培养自律的习惯，哪怕再苦再难，也要坚持做正确的事。自律的人能管控自己的欲望，摒弃诱惑，全身心投入到自我提升中。这看似很苦，实则带来了难能可贵的自由。拥有自律，就拥有了改变人生的力量。当他人仍在为眼前的蝇头小利纠结时，自律的人已经在为5年、10年后的目标奠基。其三，广泛涉猎，博览群书。知识给人力量，学习让人进步。通过持续学习，可以开阔视野，探索未知的领域，发现新的机遇。同时，知识的积累也能带来跨界的可能，触类旁通，创造奇迹。学习的过程是艰难的，常常需要牺牲休息和娱乐的时间。但当知识化为内在的修养和创新的源泉时，便是厚积薄发的时刻。正如爱因斯坦所言，学问是异常严肃的事业，在科学追求的道路上，绝不可存有虚伪和骄傲的情绪，唯有谦逊好学，才能不断攀登知识的高峰。以上3种吃苦的方式，都是在用不同的方式提升自我认知。认知是人生的基石，决定了一个人的高度。想要赚钱，首先要让自己值钱，而提升价值又离不开苦修。这种苦并非毫无意义的重复，而是如愚公移山般的执着，不断突破自我，书写不凡。正如蒋勋所言，越努力越幸运，幸运从来不是轻而易举能得到的，它来自汗水的浇灌，来自不认输的韧劲，来自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决心。唯有吃透这个道理，才能攀登人生的高峰。3. 成年人的自律，拒绝无意义的消耗，选择高层次的苦。对于成年人而言，自律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品质，它帮助我们战胜内心的惰性，抵御外界的诱惑，朝着既定的人生目标笃定前行。然而，自律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，它意味着要放弃许多眼前的欢愉，去选择更高层次的苦。这种苦并非毫无意义的重复和消耗，而是一个脱胎换骨、凤凰涅槃的蜕变过程。只有咬紧牙关，坚持到底，才能收获那份无怨无悔的精彩人生。著名作家张蒙的人生故事堪称自律的典范。在过去的10多年时间里，他始终坚持每天写日记的习惯，一丝不苟地记录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认真复盘得失，深入反思不足。10多年来，他从不懈怠，雷打不动地早起，在清晨时分静心阅读，深入思考，锻炼身体，率先完成一天之中最重要的事情。10多年来，他始终谦虚好学，虚心求教他人，不断完善自我，成就更好的自己。正是凭借着这种近乎苛刻的自律，张蒙最终收获了丰硕的成果。如今，他不仅将自己的公司打理得有声有色，更成为了胡润女企业家学院的杰出学员，在商界叱咤风云。从默默无闻的普通学生，到声名鹊起的科研新星，左鹏飞的人生轨迹同样令人惊叹和敬佩。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研究之中，经常通宵达旦地在实验室里埋头苦干。当他的同学们在上网玩游戏消遣时，他却已经在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。凭借着这股锲而不舍的韧劲，他在科研领域屡有突破，硕果累累。博士毕业之时，阿里巴巴、腾讯等知名科技巨头纷纷向他抛出橄榄枝。是什么让左鹏飞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？归根结底，正是他身上那股自律的力量。他深知，唯有夜以继日的学习钻研，才能在芸芸学子中脱颖而出，在科技前沿占有一席之地。常言道，越是自律，越能收获真正的自由。自律在表面上看似局限了一个人的行为，实则为他开启了一扇通往自由的大门。当我们战胜自我，摆脱低级趣味和诱惑的羁绊，就真正获得了支配和掌控时间的主动权。
有了这份宝贵的自主权，我们就能够自由地分配时间和精力，将其投入到真正有意义的事业之中。正如德国哲学家尼采曾经深刻指出的那样，自律是通往自由最可靠的道路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有诸多消耗我们时间和精力的事物，尤其是那些低层次的感官刺激，极易令人沉沦。短视频、网络游戏、追剧、刷剧，这些快餐式的娱乐就像是一种毒品，麻痹我们的神经，侵蚀我们的意志。一旦沉溺其中，时光便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流逝，最终却一无所成。与之相比，那些高层次的苦，虽然在过程中常常显得枯燥和辛苦，但却能够有效地提升我们的认知，淬炼我们的心智。比如，阅读经典名著，虽然需要我们全神贯注，有时甚至需要反复推敲和玩味，但它所带来的思想启迪和智慧滋养，是任何娱乐都无可比拟的。正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的那样，阅读一本好书，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进行灵魂的交流。在这种高质量的交流中，我们的精神得到升华，我们的人生也将因此而得到重塑。主动选择那些高级的苦，就是选择在负重前行中不断突破自我，选择在淬炼磨砺中完成涅槃重生。这个过程往往是艰难而漫长的，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勇气和决心。但只要坚持到底，我们最终一定能收获到无可限量的成长。就像一只毛毛虫，唯有经历蛹的磨难，才能最终破茧成蝶，展翅高飞；就像一棵参天大树，唯有经历狂风暴雨的考验，才能根深叶茂，巍然挺拔。正所谓不经一番寒彻骨，哪得梅花扑鼻香。只有心甘情愿、甘之如饴地去吃苦，我们才能品尝到生命最馥郁芬芳的馨香。对于成年人而言，自律绝不仅仅意味着管住自己的嘴，迈开自己的腿这么简单，更意味着要时刻保持内省，深刻思考人生的意义。我们到底为何而活？我们生命的价值究竟在哪里？我们希望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唯有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，我们才能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坚定不移，才能旗帜鲜明地分清什么是真正值得付出的苦。正如俄国著名作家列夫·托尔斯泰曾经深刻指出的那样，一个人只要过着有意义的生活，就不会被那些细枝末节的事情所累。一个人对生命意义的领悟越深刻，他对苦的承受力就越强，也就能攀登到更高远的人生境界。在迈向成功的道路上，没有捷径可走，也没有所谓的便道可循。那些看似艰苦卓绝的道路，那些令常人望而却步的抉择，往往通向着别有洞天的绝美风景。我们切不可让眼前的苟且隔断了远方的风景，也不能让片刻的安逸毁掉一生的大好前程。要学会坦然拥抱高层次的苦，在砥砺前行中不断雕琢自己，唯有如此，方能不负韶华，不负自我。正如尼采曾经说过的那样，一个人的胸怀有多大，他的造化就有多大。只有不断突破自我，挣脱束缚，我们才能实现生命的高层次升华，创造出那份不平凡的辉煌人生。总而言之，对于每一个渴望成长的成年人而言，自律都是必由之路。我们要坚决抵制无意义的消耗，积极选择高层次的苦。这种苦虽然过程艰辛，但只要持之以恒，定能酿就无限甜美的成功果实。让我们以顽强的意志上下求索，在苦中壮大，在苦中升华，最终昂首阔步地走向那份无怨无悔的精彩人生吧。人生如一场长途跋涉，路途中难免会有风雨泥泞，会有荆棘坎坷，但正是这些艰难险阻，才铸就了弱水三千，才造就了柳暗花明。关键在于，我们要学会在苦难中寻找价值，在磨砺中完成蜕变。吃苦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吃了苦却一无所获。把时间和汗水投入到毫无意义的事情上，任凭青春和生命在缝隙中悄然流逝，最终只能黯然神伤，后悔莫及。真正有意义的苦，应该像一粒种子，虽然埋在泥土里看不见天日，但却在悄悄生根发芽，蓄积着生生不息的力量，直至破土而出，直至繁花似锦。选择高层次的苦，选择不断升级打怪的人生，在学习中寻求突破，
在创新中发现机遇，在付出中收获成长。这是一条崎岖的路，没有捷径，也许会失败，也许遍体鳞伤，但只要咬定青山不放松，就没有到不了的远方，就没有成就不了的梦想。正如马云所言，今天很残酷，明天更残酷，后天很美好，但绝大部分人死在明天晚上，见不到后天的太阳，穿越黑暗才能抵达黎明，跋山涉水才能豁然开朗。那些经历苦难而愈发璀璨的人生，定能熠熠生辉，盛放于时光的尽头。愿我们都能成为苦难的驯服者，以智慧和勇气征服那些横亘在前方的荆棘。愿我们都能成为自己的塑造者，以丰盈的内在应对变幻莫测的外部世界。生命因吃苦而厚重，人生因笃定而从容。在低谷时，愿你有越挫越勇的决心；在高峰时，愿你有居安思危的清醒。无问西东，砥砺前行，让汗水浇灌出无悔的芳华。终有一天，所有的苦尽甘来，所有的梦想开花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